好，大家晚上好。我们准备开始新一天的直播啊，今天是老范读评。在读评之前呢，首先跟大家做一个小预告啊，明天早晨呢是土拨鼠要直播，我实在是起不来了，我就不看了啊，我就不参与了。他应该是明天早上5:50直播阿尔忒弥斯2号的这个发射。就是美国人时隔这么多年又要去登月了啊，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起得来的，或者说你的时区比较允许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他的直播。我呢，应该不会参加了啊，这个实在是有点太早了，最近的身体状态也不是很好。那么这个今天呢，就是一周一次的老范读评啊，老范每周三晚上，今天是周三吧？没错，4月1号了，但还是周三啊。这个每周三晚上8点呢，会跟大家去总结一周的评论。今天人咋这么少呢？没关系，咱们就开始吧。首先啊，Open Cloud 的神奇用法，就是我跟江辩一块做的访谈这一期。有人说范老师提的几个论点，确实切中了当下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首先，关于中层和底层群体的技术变革中的处境，我的理解是，即便如他所说，学习 AI 或者像 Open Cloud 这样工作，或者像 Open Cloud 这样的工具存在较高的学习成本，也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会因此选择放弃。相反，在现实压力和上升需求的驱动下，仍然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动去适应和学习这些新工具。但问题在于，这种主动学习并不会改变整体结构的分化趋势，最终能够真正掌握并高效利用新技术的人仍然只会是少数，从而再次落入2·8定律的分布之中。也就是说，技术本身并不会自动带来更平均的机会分配，反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能力与资源的再分层。其次，范老师提到的越学习，越努力反而越累，同样令人共鸣。在信息高度爆炸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处理的内容越来越多，学习的门槛也在不断抬高，看似拥有了更多的路径，但也更容易陷入焦虑和疲惫之中。这种在高压与不确定性中持续自我更新，或者正在或许正是当代人难以回避的处境啊。这个哥们儿写的还是很长的啊，我还是很认真的把它读完了。怎么说呢？首先啊，这个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身边接触的人都是有限的，可能你身边的人是有一部分愿意去主动学习和适应，但是我觉得从统计学角度上来说，绝大部分人是没有这种动力的，即使有巨大的压力，也不是说每件事情想学就能学会的，对吧？你比如说，我现在想去学这个一些这种高难度的运动啊，那我就学不会，这没办法，对吧？或者说，我现在想去学各种语言，我也学不会。不是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你可以有这个学习的意愿，但是绝大部分人是学不会的。至于说2·8定律这件事儿呢，从头就不对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2·8定律，可能98%跟2%，也许是正确的这个答案。至于技术平权的事情的话，我觉得现在就别想这个事儿了。未来一定是更多的人会被干掉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至于干掉了以后，社会如何再去分配，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活下去的话，那是这个政府要想的事情啊，不是我们要去想的事情了。我看啊，这个老范好啊，Cloud 还是心善啊，直接把 Cloud Code 开源了啊。明天能看到老范讲这个视频吗？啊，能的。如果你是会员的话，现在就可以看了。我因为那个视频已经传上去了。我今天还看了在X 上有2个帖子啊，一个是这个达利奥
阿姆迪啊，他讲说我们决定了开源了，从今以后就开源了，不费劲了，对吧？后来好多人在后头问说 Grok 这是真的吗？然后那个 Grok 回答说不是的，这是一个4月1号愚人节的笑话啊。然后还有一个哥们儿发了个帖说那个我是谁谁谁啊，这个我被开除了啊，我被 Anthropic 开除了，对吧？我就是做这个事情的人啊，然后那个我承担全部责任。然后我也赶快去后边问那个 Grok， 我说 Grok 这是真的吗？他说不是的，这也是一个4月1日愚人节的笑话啊。这个还是真的挺神奇的啊！好久没听老范直播了，哎呀，这个不对呀，你应该好好的来听直播呀。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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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点赞了没有？都赶快点个赞啊，要不然没有人来听。好，我们继续。上周读评啊，这个有人说你们这些人脑回路真逗，定义名字当然是为了降低门槛，构建标准化语境，避免外行歧义。专业的人当然知道，在不同的语境下 token 含义不同啊，那是你入哪一行该自己去了解的知识。这都能联系到遥遥领先自嗨上。哎呀，这个我觉得我们联系的不是遥遥领先，我们所联想到的是通过语言的定义去扭曲和曲解一些意思啊，这个而且是要争取，而且是要这个什么呢？争夺这个词语的定义权啊，这个是真正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我觉得反正更多的像咱们什么云啊、cloud 呀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大家也就这么用了，对吧？也没觉得我一定要给它找一个特别标准的翻译啊。那么为什么 token 就一定要有一个叫词源这么恶心的名字呢？对吧？这个真的是没有任何必要啊。然后啊，上周读评还有一个说安智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名字并不是中国政府定的，是谷歌的中国分公司早期自己指定的。包括谷歌这个名字啊，也是中国分公司自己定的，但是，中文区的用户并不买账，还是坚决叫安卓。后来谷歌自己也不管了，安卓就安卓吧。类似的案例还有英伟达这个名字，英伟达中国大陆分公司自己定的，但是呢，台湾地区的媒体圈还是习惯叫辉达这样的个名字啊。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不是说他自己定的。在中国呢，有一个规定，就是你所有的公司必须有中国名字。你比如 IBM 吧，它就是，哎，我还真不知道 IBM 在中国的名字叫什么啊？像我以前就是给有一个合作伙伴吧，叫杰维 C 啊，这日本杰维 C 公司，它在中国的名字叫杰伟士，对吧？然后像我在波兰的工作啊，就是一个美国的软件公司做开发工具的，然后呢，它在中国的名字叫宝兰德。就是中国的工商登记和这个包括一些品牌登记上的规定，就是你必须是汉字，不允许是拼音，不允许是字母，不允许这个东西。那你说为什么他们一开始不叫辉达，不叫安卓呢？就这名字肯定被人占了，就这么简单，你就必须要去换一个，因为这个名字不是人家拍脑袋定的啊，它是要去登记的啊。登记完了以后，比如说我要去开发票啊，我要去做各种使用的时候，我要用这个名字。所以它就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出来。因为我以前做过这个工商登记系统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甭管你在国外叫什么名字，你在国内必须起一个中文名啊。你像我后来那个波兰的公司，有一段时间被人收购了，它那个英文叫 Embarcadero 啊，实际上是个西班牙语单词，那意思是河边的意思啊，但河边和那个或者是这种岸边的意思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名词。因为是在San Francisco 有一条街叫 Embarcadero 大街，因为它那儿原来是西班牙殖民地嘛，所以它好多地名是西班牙语，就是挨着那个渔人码头的那条街，就是在河边那条街啊，就叫 Embarcadero 大街啊，所以后来叫 Embarcadero。然后你到中国呢，你得给它起个名字叫因巴卡迪诺，对吧？就是这样，我们开发票啊，什么印名片都是印的这个。啊，所以他有的时候也是没什么办法，这就是入乡随俗吧。啊，上周呢读评还有一条啊，有人问说 MCP 怎么就玩废了呢？对吧？这个不是正火呢吗？现在呢，大家都不玩 MCP 了，现在大家玩 CLI，就是直接上命令行。原因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你看啊，
大模型去调工具，实际上都是干这一件事儿，就是扣一个 function， 就是你大模型首先你要向它描述，说我有什么什么样的功能呀，有什么这种外部工具，然后工具应该怎么调用啊，你要给它写得很清楚，然后呢，你让大模型再去推理的过程中来决定到底要调哪一个。最早是用的这样的方式啊，后来呢就变成这种叫做 MCP 啊，这个再往后呢就变成 CLI，它差异在哪儿呢？就是越来越省 token， 对吧？你变成这个 CLI 变成这种命令行了以后，第一个是非常非常省 token，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定的容错性，对吧？你如果是一个 function 啊，我要去调一个这个函数。你需要描述半天，说我这个一共是函数名叫什么，然后输入什么，输出什么，然后它的具体是干什么的，你要写半天啊。然后呢，你这个里头还不能写错，第一个函数第一个参数是什么，第二个参数是什么，你必须老老实实的把它写进去，写错了一个，拼错了哪个字母，它可能就跑不对了，对吧？然后这个 MCP 呢，它要比这个 function code 要简单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容错度也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反正你就是在远程去调用一下嘛。你只是要把一个 JSON 的格式啪扔进去，然后它就调就完了，对吧？它更多的是像一个什么呢？一个 Web 服务式的东西。然后 CLI 是最省 token 的，对吧？你就告诉他说我这个命令是什么，而且 CLI 的这个调用方式呢，双方都可以容错，就是你写错了一点，那边没什么关系，因为现在我们调各种 CLI， 你比如说npm 啊，你到底是 install 还是 i， 其实都可以过，对吧？就是我们为了能够少打几个字儿啊，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妥协。因为原来这些 CLI 都是需要我们靠键盘手打在这个terminal 里头去打字才能够去实现的东西，对吧？所以就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简化和各种各样的容错的这个东西在里头。所以现在说算了，别费劲了，都通通 CLI 吧。所以你看现在啊，谷歌的全套比如说 Gmail 啊、Google Document 啊、Google Drive 啊、Google 什么的这个什么 Slides 啊，什么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有这个 CLI 的这个就是这种命令行工具的，对吧？包括现在飞书啊、钉钉啊这些东西，通通都改成 CLI 了，因为这套东西是容错度最高，然后呢最省 token 啊，非常非常适合这个对 token 斤斤计较的大模型啊，因为它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人打字的时候啊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又容错。又这个什么又省让你少打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最近润西班牙时间对不上了啊，你润西班牙了，那挺好的呀，可以去找徐凯玩耍。点赞点赞啊，欢迎！在回国的飞机上第一次赶上直播，哎，现在还可以在飞机上看直播了。飞机的带宽有这么高吗？这么开心？词源现在码农就是 token 啊，到时候到时间就词源，好吧，这个也行吧，这个。今天差点下单2013版 Mac Pro， 还好发现这个接口是这个 mini 什么啊 mini DisplayPort 啊，这个不是 Type C 的，你这个千万不要买这种特别老旧的机器，真的非常麻烦。上次聊大厂发 token 啊，有没有可能市场上也会流入便宜的国外大厂的 token 了？这个不太会啊，因为国外大厂的 token 都贵，只有中国的 token 便宜，而且中国 token 现在也涨价涨得很厉害。我今天本来还想去买这个阿里的 token， 阿里的那个 Code Plan， 结果发现没了，对吧？他把那个40多块钱的给取消了。现在你想去阿里那儿买他们家的这个 Code Plan， 只有200块钱的，而且200块钱还售罄了，不卖给你了。现在真的是中国的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已经到了云计算厂商算力严重不足的一个状态。无人机新规落地啊，这个无人机，反正我已经实名登记了，我就自己玩呗，一直玩到把它玩废为止呗。现在无人机在家房子里起飞，都要受到监控了。哎，这个就反正还是老老实实的吧。那怎么办呢？有规定咱就执行呗。我今天啊，昨天吧发了一条推，然后呢被一帮的粉红在上头骂。发了个什么推呢？我说你看啊，张雪
摩托车啊，这个得了冠军了，大家都在这儿点赞，对吧？但是你看这么多城市在这儿禁摩啊，中国无人机很厉害，这个北京限飞还不让卖。然后呢，这个反正我们每一个事情，比如说这个奥运会啊，我们得了一堆金牌，但是全民体育不行啊。然后残奥会我们可能世界第一，但是残疾人出行不行。我说就这么拧巴，对吧？我们折腾了半天，都是为了给关老爷在海外去这个显人头的啊，这个跟普通民众一点关系没有。然后一帮人说了，哎呀，你这个就这么几个城市在禁飞啊，你就在这儿那个嚷嚷啊，说这个摩托车就不应该上街啊，摩托车就怎么怎么不好啊，他们就从来没想过说，哎，你受这种管理你就这么开心吗？对吧？有一个机构，它可以完完全全不承担任何后果的去剥夺你的权利，对吧？而且什么时候想剥夺，什么时候可以再继续剥夺下去，然后大家就觉得很开心，啊，这个就今天啊一堆人在我的这个 Twitter 下头去抒发他们啊对这种被人管辖的一个这么好的心情吧，他们特别特别喜欢被人管着啊，那我也没什么办法，那被人管吧。嗯。我现在用 DeepSeek 的龙虾啊，有没有便宜点儿的国内的啊？会员也行。什么叫 DeepSeek 的龙虾？我觉得反正我现在用的这个什么还可以啊，就是用的这个Minimax 2.7，其实感觉已经基本上能用了啊。这个别的你可以再试试啊。这个便宜我觉得已经没法再便宜了。我是49块钱，我是490块钱买了1年的啊，大概是这样的。其实是说哪些国内大厂给员工发的 token，他们如果用不完又要烧，有没有可能会在二级市场卖掉那部分？这个公费报销的，应该会比正常买便宜吧？这个我觉得不会有人干这个，可能会有人干，但是这个抓住了以后，除了开除，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像我们以前也出过这种事儿啊，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在这个猎豹的时候啊，发这个小米的设备，发小米手机，然后呢，有些人就快速的把这个机器就卖了，然后就抓住了谁卖这个机器就开除谁，这没什么好说的，对吧？那你现在搞这个 token，你要敢把它卖了的话，这个只能开除。现在 Minimax，反正我觉得还能使啊。这个 Kimi 和其他的豆包什么我没试过，包括小米的我也没试过。最近是用 Cloud 写啊很久的这个语言 IBM 这个什么 RPGLE 的银行，这个很行啊，这个我不知道，我没用过这个语言。Minimax 就不行啊，这个2.7将就能使啊，还凑合。没毛病啊，这个看着粉红反贼一起骂老范就放心了，是说明真正理中客啊，这个，哎，这就没法整了。等下次再看反贼骂我吧。现在的这个 Minimax 是真的最便宜的了啊，这个 Kimi 和 GRM 都有周限额，只有Minimax 也开始有周限额了，我不知道到没到日子啊，就是反正早买是没有，我买那批是没有的啊，但是现在再买可能就有了。就是都玩不转了。好，继续啊，这个张雪峰离世啊，有人说了，说他是爱钱呢，还是爱事业呢？我觉得呀，在中国你不用把这个事情分得那么清楚，对吧？每一个人呢都在努力，努力的过程中呢，你说他既挣到了钱，也有了事业。中国没有那种说，哎，我完完全全去投身慈善啊，或者是可能有几个韩红啊什么这样的，对吧？他们是完完全全不爱钱，完完全全爱事业的也有，但是绝大部分的情况下，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事情啊，不用把它分那么清楚。还有人说他最大的问题是模糊了焦点，他让人们以为找不到工作是因为选错了学校，也选错了专业，他把教育完全等同于领饭票的工具啊，这种逻辑让人忽视了教育本身具有的提升思维、健全人格和社会责任感的功能。当他宣扬
武力或激进言论的时候啊，其实也是利用这种底层生存焦虑，通过煽动情绪来巩固粉丝的忠诚度，让追随者觉得只有他才敢说真话。这个事儿呢是这样，你说选对了学校和选对了专业这个事情对人的一生到底有多大影响呢？不好说啊。在中国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愿意去听他的话？也不是说他说的就有多对，而是焦虑啊。所以为什么我在那一期里反复在强调焦虑呢？你在国外，比如说你没有上大学啊，或者说你选错了专业啊，上了一个这个不是那么好就业的专业，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大，因为它底线很高。在中国呢，你从小学可能从幼儿园就开始跟你喊输在起跑线上，对吧？大家从幼儿园开始，或者你从小孩没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制造这种焦虑，说你一旦行差踏错半步，就万劫不复，一定要有这样的这种焦虑感在你身上压着，或者在整个的社会身上压着，大家才会削尖了脑袋去寻找各种各样的内幕消息，对吧？说，哎，他是不是知道一个什么事儿啊？他是不是知道什么秘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很多信息本身不透明，而且呢是不允许你去讨论的，对吧？你比如说人家有一个什么规则，你可以上去说，我觉得不公平，我要跟你讨论一下，我要去这个起诉你啊，他可以做这样的这种争取。但是在中国这些东西通通没有，所以呢就只能是把这个事情诉诸于一些感觉信息比较灵通的人啊，那么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至于是不是领到饭票呢，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这个现在大家不也都是希望孩子未来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与生活嘛？至于说他是不是要诉诸武力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每一个人是分很多方面的啊，就是他不是号称要捐5000万打台湾嘛？你不能因为他有一方面你不喜欢，你就认为这个人完完全全是个傻瓜，对吧？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方面，你可以喜欢他一部分，可以不喜欢他一部分啊，这个是我反复在强调的。对于那些比如受到他帮助的人啊，因为这次也是有很多人排着队去看他，也不敢说到底有多少人啊，这个去见最后一面嘛，而且很多的学生呢是带着录取通知书去的，对吧？那么就说明说，哎，我还是给这些小孩有一定的帮助啊，或者说他至少这些孩子他觉得被帮助到了吧，这也算是一个善举吧。至于他是不是要去打台湾，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对吧？你不要把这个事儿呢混在一起来看。还有这个说长期高强度工作其实也没问题，而且现在都是脑力劳动，坐在办公室里动嘴皮子劳动强度能有多高？关键是的差别是中间要做好休息，特别是睡眠要有基本的保证。这个事情更底层的其实是揭示了张雪峰的性格这种富一代白手起家的人，除了自己谁都不相信，而且正因为他成功过，往往认为自己人定胜天只要努力，什么都不是事儿，什么疾病、身体问题都会被自己战胜。没有对客观规律的基本尊重和敬畏这种人其实非常多，特别是没有接受过系统理工科思维训练的人。无论是当年那帮赶上时代的红利的人靠关系、靠胆子大成功的人，这种思维底色都非常的普遍这个我觉得这倒是说的对我就想起那个当时奥巴马拍的那个片子叫《中国工厂》，讲的是曹德旺跑到美国去建那个玻璃厂然后呢里头有一段特别逗，就是他要盖一个这个主席台下边是一个会场，让他去宣布这个工厂正式成立。然后呢，美国的工程师说：“你看，这是主席台这个上面呢有一个雨棚。”他说：“我不想要那个雨棚。”然后呢，人家说：“那这个没有这个雨棚，你万一下雨了怎么办？”他说：“不会下雨的。”他说：“万一呢？不会的，对吧？”我印象里特别深刻，就是反复的这个去强调。然后这些人呢，就真的觉得自己人定胜天就是曹德旺相信说这里不会下雨，那就那一天就坚决不会下雨。下雨了，他说我也背得过来他是有这样的这种就是特别是成功的人他一定会有这样的这种
呃轴吧，就是他认为以前的所有成功都是因为自己的努力，都是因为自己的选择，啊，这个选择大于决定也什么的啊，都是这样的，就是自己就是天命所归之人吧。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你像包括希特勒，到最后他不也还是觉得自己还是很牛逼的嘛？就是前面有非常非常多他自己也搞不清是怎么赢的事情，那就只能如此了。还有啊，说这个一会儿说他渲染焦虑，一会儿承认他鼓励了年轻人跨越阶级，你也挺矛盾啊。其实卷也是一种驱动力，对家境普通的孩子而言，读书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最好手段。他本人也很努力，心地善良，给自己母校捐了不少钱，给贫困学生捐了不少。只是运气不好啊，一步先走了而已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我觉得并不矛盾了，就是他肯定在不断的渲染焦虑啊，告诉大家要跨越阶层啊，你如果没有跨越阶层的话，会这个被原来的阶层锁死，甚至有可能会滑坡，对吧？这是他反复利用这个阶层跨越这个胡萝卜，去给底层的人去制造焦虑啊，这个事儿真的是一点都不矛盾。至于说卷是不是一个驱动力呢？我觉得，反正中国的历代的管理者吧，或者叫统治者呢，都很善用这种手段啊，就是要让民众生活在贫困之中啊，所以他们才会去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生存的机会，对吧？这个真的是古人的智慧，或者叫华人的智慧吧，就一直是这么下来的。至于说他是不是给很多人捐了钱啊，这个是真的。他的母校啊，还有很多学校，他都设置了捐款啊，而且他这个捐款都是实打实的，就是每年多少钱，然后呢，我要捐助多少个学生，这个钱必须到学生手里，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笔钱啊，每年都会捐。然后呢，你说他有没有这个善良的部分呢？有啊，但是你说他要去打台湾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反正人有局限性吧，这个也就只能如此了。还有人说啊，说这个老范啊总结的很好啊，制造焦虑死于焦虑。我孩子去年高考，周边同学家长把张雪峰讲的话奉为圭臬啊，我真的不以为然。我对他的定位就是一个网红啊，看过一些关于他讲段子的视频切片，他讲的东西都是一些网上可以查到的公开信息，作为高考生的家长完全可以自己去查，不要相信这些网红啊，提高自己的认知才是王道。后面他整出了动辄上万的自愿填报自愿填报套餐，纯属割韭菜。去年的那个言论就更离谱了，但是死者为大，其他难听的话就没必要说了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首先呢，我们不认为应该把任何人的话奉为圭臬啊，就是你说谁谁谁说的话全对啊，他只要说了我就信，这个呢肯定属于一个比较低认知的状态啊，这个没必要。第二个呢，就是张雪峰呢也确确实实做了很多功课但你说他讲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他讲的什么专业大于学校什么这个东西，其实我是从来不认可的。你到公司里边去，你去看看，对吧？这个。只要是清华的，哪怕你是这个学物理的，就是清华物理就属于比较差的这种系，对吧？你也好找工作。你到那边说我学计算机的，但是是一个211或者是一个双非的，你看看你跟一个清华物理的出来，谁好找工作，对吧？这个完全没法比。但是呢，如果告诉孩子家长说选学校比选专业重要的话，那么这些填报志愿的人他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对吧？所以他要反复去强调，让大家去选专业。然后选专业这个事儿呢，你说这些信息是不是公开的？是，但是你想把这么多的公开信息汇总在一起，然后去进行这种最有利结果的这种计算的话，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对吧？非常非常麻烦。你像我们当时高考的时候，也是很痛苦。当然，我们的这个方式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北京，我也不出北京，然后呢，你考了多少分，基本上就在哪个学校里头去。先挑学校，再挑专业啊！我们当时是这么选的。到了学校，你说，哎，我们能选到最好的专业就去最好的专业啊！这个当时我们还是觉得计算机最好了，当然计算机后来我们没考上，
对吧？那么就最后学的自动化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也还不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对于大部分的家长来说啊，其实没有这个认知能力。你说啊，你为什么不提高认知？这个话就属于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那么多上当受骗的人，那么多被骗子骗了钱的人，然后你当然说你怎么不提高认知？这不开玩笑呢吗？对吧？这个这么说话就属于找打啊。至于说这个自愿填报志愿的这个套餐啊，或者说人家陪你填报志愿的套餐这个事儿呢，我倒是觉得对于一些就是家长不愿意做那么多功课啊，或者说没有能力做那么多功课的这个家长来说呢，还是划算的啊。这个或者至少买个安心呗。你就说吧，咱们上庙里烧香磕头啊，这个事儿管用吗？大家不也去吗？最后还是买个安心呗。继续啊，说第一次发言，但希望你能注意啊，这个没问题，我注意到了啊。张雪峰的很多观点我都不认同啊，但他没有贩卖焦虑啊，因为我见过很多被社会虐待的人，张雪峰只是说了一点点事实，没背景被虐待的人大部分就那样消失了啊，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啊。如果不是怕被报复，估计张雪峰能说更多啊。这个，对于像张雪峰这种人来说呢，一定会悠着说啊，因为他已经那么多粉丝了。你像我现在这个也就100来人在这听嘛，对吧？那我说就可以稍微的胡说八道一点啊。这个但是张雪峰肯定是不行的啊，这个说错了话一定是会被收拾的，这个没问题。至于说贩卖焦虑呢，我还是相信他是贩卖焦虑的啊。你说社会上有没有过得不好的人？有啊，非常非常多。如果你把这一部分的事实专门挑出来，然后进行大肆宣扬的话，那就是贩卖焦虑啊。那么，你说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我按统计数据啊，这个有多少人过得还可以，有多少人过得不好，然后是一个什么状态？这个其实大家就没有那么焦虑了啊。另外一个呢，可能这些统计数据也不允许他说啊，他说了可能就直接把他收拾了啊。还有呢，就是他只强调这个事实的一部分啊，这个也是如此。你说哪个地方没有这个过得不好的人？中国有没有？美国有没有？日本有没有？哪儿都有过得不好的人啊。如果你就走到哪儿说，哎，你看日本哪儿哪儿过得不好，对吧？然后咱们去搞一个别的什么什么事儿吧，这也是贩卖焦虑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贩卖焦虑这个事情搞清楚。我拼了啊，买了Cloud 100的 Max 啊，可耻的发现，确实很好用啊，但确实太贵，应该坚持不下去，用它搭建项目，执行还是用别的模型吧？好吧，这东西是很贵啊，但是你可能习惯了以后，你是走不了的，就只能继续用下去。Minimax 可以借着 Cloud Code 开源再上一个台阶吗？肯定会，这个大家都会上去这个蹭这个流量的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买了一个 Cloud 最低套餐啊，都不敢 Open Cloud 上用啊，不过确实能力要强很多，特别是 Open 4.6啊，不过用量太少了，一周只能问10多个问题啊，这么少吗？我还没舍得去买。有2015年的老旧 iMac 养龙虾啊，搭配40元薅羊毛的这个 Code Plan 啊，除了新闻信息推送，期望能给公司公关部再搭载上订阅的 Midjourney 和这个 ChatGPT 和这次什么玩意儿 Gemini 再搭载什么这个，基本上就实现艺人的公关部的全部工作了。这个就这样，希望实现公司给我报销我自己的 Gemini 和 Code Plan 啊。这个前2天 X 上又推我用 Cloud Code 去替代 Open Cloud，蛮难为我们公司给我报销的，蛮难为我们公司给我报销了啊。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呃，公司还是应该给大家出这个钱，如果他不愿意出的话，哎，那也没什么办法啊。诶。
我当时在20和100之间犹豫了半天啊，考虑到20肯定不够用，到时候更尴尬，这才一下子拼了上100啊。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已经有上100的决心呢，你就应该先买个20的，然后等到哪天他告诉你不够的时候，你再升级啊，应该是这么干。你不能上来就买100的，你万一发现不好使了。如果烧香拜佛，个个都能有保佑，那神仙岂不是很忙啊？对呀，但是还有很多人愿意去烧香拜佛呀。习惯用 Open Code 了啊，这次不晓得能吸收多少，肯定会吸收的，放心吧。似乎 Anti-Gravity 开始限流了，限的很厉害，Anti-Gravity 限的非常非常狠，感觉现在 Cloud 在感觉现在 Cloud 在的谷歌 UI Ultra 套餐中，限额跟之前的 Pro 差不多啊。这个，现在反正大家都开始不够使了，赶快把这些甭管是几千亿美金的机房建起来啊，让大家继续能有的用。好，我们继续读评论啊。Sora 2关闭的真相啊，在这儿呢，再跟大家道歉啊。Sora 2关闭的时候，我还说 Sora 2的 API 可能会这个继续开放啊，但是过了1天2天吧，Sora 2把 API 也关了。但是我相信，可能背后还是在有人用，只是呢不再对公众开放了啊。这个里头有人回复说 Cadence 是开放 API 的啊，但反正我上去没有，就是我在这个火山引擎里是看不到 Cadence 开放的 API 的啊。那么现在讲的是这个哥们儿说是要预充300到1000万人民币啊，就是相当于是你要充很多的钱啊，他才去给你开这个 API。我觉得呢，这可能也是 Sora 2 API 的一个处理方式，就是只谈大型商单啊，这个大家都会负责任的去使用。而且现在我发现 Cadence 好像对人脸上传已经这个又管得没那么严了啊。最近而且这个也快很多了，就是原来都是你放一个命令上去，都是要等1晚上的，对吧？就是你白天甭管几点发的指令，基本上都是第2天。现在的话，就是你发这个 Cadence 的这个做视频的这个提示词，可能有个半小时、1小时什么都能出来了啊！这个现在已经快很多了，而且人脸现在上传都没什么太大问题，至少上传我的脸是没问题的，你可能你上传个别人的脸会有问题。还有人说油管上常出现 AI 做的黄仁勋和苏妈实名出场的广告片，我就纳闷了，怎么这么堂而皇之呢？那没办法，现在 AI 就已经变成这样了，对吧？那你能怎么办呢？对吧？幸亏老范还没有那么有名啊，要不然老范也在那儿推荐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了。而输在生态啊，只有中国会产生大规模用 AI 做短视频或者游戏的生态，美国要么用在高端直接给电影加入 AI 画面，要么就是个人娱乐啊，只有前者，能真赚到钱啊，后者很难赚钱，所以整体来说就是不会赚钱啊，商业没有闭环，这个呢我倒不这么认可啊，因为怎么说呢？TikTok 在美国用户量也是很大的，对吧？美国 TikTok 的用户量上亿了，对吧？他们也是很开心的在那儿拍短视频啊，所以不要认为说只有中国在那儿拍短视频，而且美国 TikTok 上很多网红也是非常非常挣钱的啊，所以呢，中美之间在这一点上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异。现在呢，就是你如果没有起始流量，没有原来的这个。叫做什么的社交平台的话，直接去做这个 Sora 2这样的社交应用，你肯定是会死。而且呢，你直接用 Sora 2去做社交应用，就是你必须要直面版权纠纷啊，你是没办法的。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甭管是 X 也好，是谷歌也好，还是这个字节也好，他们处理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模型是模型啊，社交平台是社交平台，我们是分开的。模型呢，你跟我打官司，我就跟你拖啊，或者我稍微改一点啊，稍微的道个歉，或者再收紧一点，放松一点啊，我就搞这些事情。而社交媒体平台呢，就走这个什么啊，就走这个避风港原则。
你发现我侵权了，发现我盗版了，我就把它删掉啊，但是我接着干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分而治之的方式。这些版权方拿他们其实也没什么办法。好，我们看看啊，上下文 token 的这个 cache 好像也挺重要的。如果旁门左道搞得通道啊，cache 基本没用啊。这个其实也不是，这个就是你现在拿到了 拿到了 Cloud Code 的这个代码以后，你就会知道它这个 cache 五级压缩是怎么做的，然后这个如何去进行这个上下文管理，如何去 cache，你是可以看出来的。因为它里头有一块是专门叫反蒸馏的一个模块，那个模块这次也被泄露了啊，这个还是挺开心的。好，继续啊，这个 token 货币化，有人说了啊，说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啊，最少对中国和台湾想太多了。中国包括台湾老板都是以降本为主，不会买好的模型。有概念的老板最常买的是 DeepSeek，每个员工还只能有100万 token。不开玩笑啊，我说的还是大中型上市公司，没概念的会买 Llama 3啊，真的是不开玩笑。员工会为了偷懒买好的模型，最后就是公司的 token 没人用 ，Cloud 用的飞起啊。这个里头呢有几个问题吧。第一个呢，确实会有老板这个附庸风雅，这个既要又要啊，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想让大家用这个 AI，然后又不舍得花钱，这个一定会有。这个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买 Llama，我觉得真是比较恶心啊，因为 Llama 这东西本身是免费开源的，可能也就是自己买了台服务器，把它搭起来，让你凑合用两下啊。至于说员工买 Cloud 呢，这个其实让我想起了 Slack 啊，SRACK，就是叫自下而上的销售，就是很多的在 Slack 之前吧，都是大家要自上而下销售，你要先给老板说明白了，让他去买单，然后这种办公用的软件才可以卖下来。后来从 Slack 开始呢，大家就这个反过来啊，我就给员工说明白了，他们自己买，买完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再从整个公司里头农村包围城市啊。那么 Cloud 现在肯定也是在走这条路，确实好用啊。那大家买完了以后呢，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就换呗。如果你说我就不换，我就这么生顶着，那这个公司估计也就不会特别长久了啊，大概也就如此。还是说在美国大厂上班啊，自己一个月200刀买的 Cloud Max 也不贵，这个干私活绰绰有余，干嘛要占公司那点便宜啊？生怕 HR 找不到理由来开我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公司不愿意去给你配这个 Cloud Max 的话，那是公司不对，对吧？如果这个 HR 说，哎，你干点小私活，我就把你干掉的话，那这个公司的整个管理理念就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对吧？你说，哎，我愿意花200刀去买这个 Cloud Max，一个月200刀，那是你在大厂上班，可能你每个月的收入有可能上万刀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个，你花200刀确实不算什么特别大的钱吧，对吧？这个肯定还是自己使的舒心第一重要了。还有啊，说老范说的一般等价物的逻辑基本不对啊，其实也很难用 token 衡量。例如龙虾就没事反复的搬运 token，不是说龙虾干活就多啊，时间也是很难衡量的。同样一个回锅肉，有人15分钟就搞定了，有人30分钟才搞定。难道烧菜慢的回锅肉，居然要贵1倍吗？啊，这个您还真说对了啊。这是卡尔加楚写的，就是他这个还是喜欢做菜，就是哪怕他没有用这么多的时间去做这道菜，他也得告诉你我用了。就为什么前面西贝搞这事儿，西贝莜面村把这个预制菜非要说成是现炒的，他不就是为了卖这个价钱吗？对吧？那怎么卖就告诉你我花功夫了啊！因为很多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其他办法说来去
衡量这个价值，所以你只能通过时间啊，或者是 token 来去衡量啊，那么也没什么别的招数了。变成夏令时之后，就能愉快的赶上直播了。哎，你们几月份变夏令时啊？好，我们继续啊，这个 Anthropic 的 Mesos 模型泄露啊，有人说了，说这个 Cloud Code 已经把 Open Cloud 秒完了吧？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就是 Cloud Code 呢，现在确实是在做大量 Open Cloud 龙虾的这个功能，比如说控制你的电脑控制这个很多的软件啊，做各种自动化任务啊，确实在干这件事情。但是呢，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他们两个软件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Cloud Code 还是一个编程工具，对吧？它编程工具的出发点是什么？就是它是以目录为结构的。我在这个目录下干活，我就绝对不能出去。啊，为什么绝对不能出去呢？是因为，你一旦出去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害。而 Open Cloud 一开始就是作为操作系统来去设计的，就是它是在整台电脑上干活的，所以你在这一点上就不一样啊。所以 Open Cloud 有的时候可能没那么安全，但是一定是奔着整机去使用的啊。所以这块还是没有那么容易说我就把这个功能全抄过来。啊，它只是说我把部分的功能你可以在 Cloud Code 里实现啊，很多 Open Cloud 的功能，Cloud Code 之所以超不过去，是因为超过去以后太不安全啊，它不敢啊。然后还有人说了，说已经把中国公司去蒸馏 Cloud 当成常态或者理所当然了，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对吧？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去上学，我们去看书，其实也是个蒸馏过程啊。我看的书很多，你告诉我这个孩子很勤奋，对吧？而且他这些模型本身也是让你用的，让你花钱啊。大家也不是说免费薅他羊毛，都是花了钱的，对吧？那你说我写在这个用户协议里写了，你不可以蒸馏我，那这个总是有一定的灰色地带的，大家都干，对吧？包括我估计美国的什么 OpenAI 啊、Gemini 呀，还有包括这个XAI，应该都会去蒸馏它啊，谁也少不了。就是你用它去洗数据啊什么的，实际上都是一种蒸馏的现象。所以应该不光是中国公司蒸馏它，而且还有很多公司去这个什么呢，蒸馏中国的模型呢，对吧？或者微调中国的模型都有，对吧？不能说因为中国公司蒸馏它了就丢人现眼啊，不能这么讲。还有人说是不是故意泄露出来的啊？这样世界型的企业不至于这么低级错误吧？这个它就是这么低级，对吧？你像现在把这个模型泄露了，这两天把全部源代码都泄露了啊，而且跟大家讲啊，它泄露全部源代码不是第一次了，这是第3次了，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个草台班子啊，就是这样啊。明天早上的模型来跟大家明天早上的这个视频来跟大家讲为什么是它一定会泄露啊，而且以后还会泄露啊，这个是到底为什么？还是说说未来大模型市场啊，御三家谷歌、OpenAI、Anthropic 三分天下，其余各家都是炮灰啊。这个里头呢，美国还有 XAI 和美塔啊，现在他们都没有认输呢。XAI 的模型叫 Grok 啊，然后美塔的模型叫做牛油果啊，那个牛油果那模型还没发出来，应该是5月份发出来。然后呢，这个中国还有一堆模型呢，中国模型其实是会为很多的美国公司让他们有活路啊，他们就可以拿中国模型去微调一下，或者在这个上去做后训练，去做这个强化学习，就可以有自己的模型去用。所以除了这御三家之外，还会有很多的这个中国模型在这里头。然后另外还有法国模型呢，对吧？这个叫 Mistral 啊，这个虽然前面也传出过来它蒸馏中国模型或者微调中国模型的这个传言啊，但是法国人的骄傲嘛，还给人留着。然后至于其他的韩国、日本，包括台湾啊，还有这个呃阿联酋和这个沙特啊，都在做自己的模型，只是他们的很多模型是在中国模型的基础上在改。
对吧？所以呢，不要说就只有御三家啊，其他还是会留下一些的。每年的日子不一样，今年3月8号妇女节变的啊，从现在到11月1号，都是直接12个小时的时差啊，很好换算啊。那你们这个夏令时好长啊！你像咱们北京是3月15号到11月15号，就11月15号供暖，3月15号停暖气。你这个，我觉得比咱们供暖时间啊，就是比这个不供暖的时间还长。应该这么算，这个时间真的好长。这么长时间都是夏天吗？这个聊了呀，在会员视频里啊，现在在会员视频里，明天早上8点半公众可以看。您作为会员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看了呀。等看完直播再去看吧。好，我们继续读评论啊，还有几条酱板鸭的视频啊，有人说了，说这个一点都不搞笑啊，看着弱智尴尬，不知道为啥火啊。这个呢，怎么说呢？没有哪一个视频，特别是像他这种梗文化吧，梗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是亚文化的一部分啊，在一个圈子里头流行，只是呢，它有的时候会稍微的出圈那么一点点啊。那么这样的东西不会让每一个人都觉得特别好看的，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你觉得不好看没毛病，有人觉得好看，而且觉得好看的人占的数量还很大，你接受这个事实就完了啊！你也不要去嘲笑这个觉得酱板鸭视频好看的这些人，对吧？谁也不比谁高多少或者低多少啊，这个没有任何意义。还是说无非是被平台选上给推了流，这东西应该参考猫上门寻仇模仿的啊，这个怎么说呢？抱有这样观点的人呢，就属于是喜欢把事物简单化，对吧？每一个事情来了啊，是阴谋论啊，这个是平台推了，那个都是怪美国人，对吧？这个就属于是把复杂事物简单化，对吧？你说这里头有没有平台推流的这个因素在里头呢？大概率有，但你说这就是全部的原因了吗？肯定不是，平台也不傻，他会去选择现在突然冒头的这些内容，然后里头对他有利的部分去推荐啊。你说完全冒不了头的，他也不会生给你推，生推的话是不划算的，对吧？而且对于平台来说，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来说，突然冒头的视频，他第一件想的还不是推，先要想一想是不是应该把它封了啊。这个是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比较独特的一个技能啊，只要是有热点出来，先上人工审核，99%都是直接封杀啊，封杀完了以后，剩下的啊才去推荐去啊，这个大家应该能够理解是为什么吧？还是说啊，好无聊啊，这样的一个话题你居然聊了一上午，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就我就聊了20多分钟，肯定没有一上午啊，您这一上午是不是过得有点太快了？第二个呢，这个事儿一点都不无聊。啊，不是说酱板鸭为什么受欢迎啊，什么酱板鸭怎么好看啊，咱们不是讲这个，咱们讲的是什么呢？是如何获得流量，对吧？流量本身就是值钱的，你可以不喜欢酱板鸭，但是你要想说我怎么去赚到喜欢酱板鸭的这些人的钱，这件事儿它就不无聊了，对吧？咱们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怎么能够复现这个梗，怎么能够发现这个梗，怎么能够去追随一个梗，怎么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把自己家的鸭子卖掉。这个就不无聊了，对吧？你说，哎呀，酱板鸭好看，这个酱板鸭的视频好帅，对吧？这个就很无聊了吧？老范讲的向来是流量故事，还有啊，说这个酱板鸭的广告变成了娱乐，它跟商业广告放在一起，可以看到转化结果一点也不好。这个制作成本变低了，但其他的推广和流量成本反而上升了。AI 时代。依然是品牌和平台控制一切啊，这个我觉得您还是不太了解短视频的整个的运作模式啊。酱板鸭广告是一个娱乐啊，你说它跟商业广告放在一起转化率的话，
可能是没有商业广告多，但是呢，他也没花钱去推啊，对吧？这个他制作成本很低，他没有推广成本，也没有流量成本，都是自发传播的。那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的这个传播成本是零的话，那所有的播放都叫自然流量啊，或者我们在这个圈子叫自来水。那你卖千分之一、万分之一、10万分之一的转化率，你都是赚的。你那边说我拍了个商业广告，我吭哧瘪肚在这投放，投完了以后，我发现，哎，这个转化率是1/1000啊，亏死了啊，1/1000啊，赚死了。它这个没法比啊，这个东西没有可比性，对吧？在 AI 时代，品牌跟平台控制不了一切，还是梗和人才能控制一切啊！在任何时代都是这样的。你如果觉得在 AI 时代品牌就可以控制一切的话，您就老老实实的花钱就行了啊！这个而且经常会花冤枉钱啊！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问个外行人的问题啊，这个泄露以后会不会搞出一些魔改的不用 token 的改版啊？这个魔改是必然的，token 呢肯定还要用啊，因为 token 最终你还是要烧电、烧显卡把它烧出来嘛。啊，这块你是不可能免费得到的。我想问一下范老师啊，为啥说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 AI 正确的使用方法？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呃，现在我认识的人啊，这个包括我自己在内，使用 AI 的过程呢，都是越用越累，越用越焦虑。那么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就是未来一定是要重新找到一个平衡，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跟 AI 协作，我们如何去在碎片化的信息中啊，去获得一定的商减啊，让自己觉得心情平静。这个呢，才是真正的跟 AI 协作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我们看着一大堆的 AI，然后给我们总结各种各样的东西出来，然后去给我们生成东西以后，然后我们再去做各种校验啊，这个实在是太痛苦了。这个一定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跟 AI 协作的方式。老范不聊聊摩托车嘛？摩托车这个事儿聊着就伤心啊！你像我是学了本了，然后呢，学完本以后就失业了，所以也没买。就是我现在有摩托车驾照，但是没有摩托车的这个，就是我就自己没开过啊，就是只是在驾校里开过。然后呢，这个，像张雪这个事儿呢，因为我就没有特别关注，为什么呢？因为张雪是做赛车的，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呢，肯定开不了赛车，仿赛啊、趴赛我都开不了，对吧？这个腰受不了，这个肚子也受不了。我肯定是看的什么街车呀、复古啊什么这种玩意儿，所以呢，跟他压根就不在一个赛道上。他现在得了冠军呢，国内在这吹牛啊，但是吹完牛以后呢，该建模还是建模，该禁模还是禁模，所以这个呢，我就觉得反正很无聊的一个事情，那就跟奥运会一样呗，这个举国体制上去了，那大家就就这样吧，那能怎么办呢？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对吧？就是我们给外国人看我们好厉害，然后呢，国内人自己不许用。来晚了哦，你是来晚了啊，还有几条就结束了。老范同学，你的龙虾放在墙内还是墙外啊？我是放在墙内的，也不能算完全墙内吧，这个大概你能理解。这个主要是在墙内啊，我在努力搞定内外龙虾互相打通交流的问题，这个你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啊。我努力把 AI 看作是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员工，争取让 AI 使我更强大。但是呢，现在反而还是要找到一个能够让人慢慢变得舒服的方式，而不是让人变得更焦虑的方式。我现在因为用龙虾了，这目前为止呢，我使用龙虾应该已经达到正反馈了，就是，我在龙虾身上花的时间，跟它给我节省的时间比起来呢，现在已经有一些正向的反馈了啊，就是不需要太管它，它就可以好好的给我干活了。但是，你说我要继续让它发挥更多的功能，肯定还要再折腾。好，继续啊，AI 顶会封禁华为和大疆啊，这个首先这个封面上有一错字啊，这个错字呢不是我写的，
我给的提示词是对的，但是是极梦生成的时候给生成错了啊，进呢生成梦了。我今天呢这个看到评论以后，重新画了一个封面，然后重新给替换上去了封进不是封梦啊，这个是写中文的时候写错了。首先呢，有人说做研究发论文，中美都一样，没有什么不同，没有所谓的举国体制，只不过国内的群一般比较大美国也是 all in AI。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在美国呢，它各种的晋升经费，所有这些事情呢，不像国内这么畸形你必须要有多少篇论文，多少影响因子，你才可以这个打怪升级，迈上下一个台阶这块肯定是有挺大差距的。而且呢，我最近还看了一个消息就是以前多少年前来说，日本在多少年以后要得到多少诺贝尔奖，每年都要有现在呢逐渐开始实现了然后有人就讲说，可能再过个几年，中国就会基本上包揽诺贝尔奖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每年中国毕业的博士生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总量可能能够也是各个国家加起来这么多的一个博士生，就是你毕业了这么多博士生以后，再加上有这么多的研究机构，然后需要去内卷的话，那你总会有一天会去得诺贝尔奖。就是诺贝尔奖基本上是你研究出来以后，大概过个10年20年以后，会逐渐的让你去得奖，对吧？那么没准再过个20年，我们就会发生这种某个这个失业中年外卖小哥突然拿了诺贝尔奖这样的笑话，在中国会发生等过个10年，咱们来想一想来看一看老范是不是预言正确了然后还有人说吸引大多不是优秀人才，而是穷国投机分子，尤其是东南亚的这个应该是讲到我了。老范的这个 K 签证这段，就是中国现在整了这种 K 签证，专门去吸引这个海外有知识的这些人这个怎么说呢？不要去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说不要这么想这个事儿呢？你没有平等的去看待每一个人，对吧？你觉得愿意上赶着来中国的一定是穷人，对吧？这个有时候北京人也这么看，北京人觉得所有愿意上赶着到北京来的人都是穷人都是下级愿意上赶着去上海的人都是乡母女都是乡不老愿意上赶着去广东的人都是穷人。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自视过高一方面呢，我们可能也很自卑说我们要去美国就怎么样，我们要去日本，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另外一方面说，谁敢到中国来，你们就一定是穷人。这就属于是什么呢？就是没法和平跟人平等相处嘛。要么我给你跪着，要么你给我跪着你一旦带着这样的这种心态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无比的丑陋好，把最后2条念完吧。这个再来看线上评论长护险。有人说了，护理失能人群才是人形机器人最适合的应用场景。这个事儿呢，我其实并不这么看从现在使用龙虾的状态来看，我觉得人形机器人可能跟我们一开始想的不太一样，包括马斯克讲的可能都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就是一开始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之所以会流行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可以在人的通道里头跟人一起行走混合去编组，可以直接使用人的各种工具和设备所以你必须要用人形机器人这个是当时我对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理解。但是呢，现在使用 OpenClaw 以后，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我们使用这种设备使用各种工具的时候，如果能够直接通过 API， 如果能够通过后台接口去调用的话，才是最顺畅的。我一旦要是像人一样去点击去使用这些服务的话，一定会非常非常费劲。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机器人呢，可能也是这样的，就是绝大部分情况还是通过后台、通过网络、通过数据来去使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和技能的。只有需要跟人直接打交道的，而且可能还是那种情感性的比如说充气娃娃这一类的机器人才需要做成人形。至于说照顾失能人群这件事呢，完完全全没必要是人形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只要是给我提供一个把手，让我能够或者是给我提供一个椅子，
对吧？他最后把这个机器人做成一个轮椅的样子，啊，或者做成一张床的样子，可能都是要比做成人的样子会更好啊。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啊，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认同我这一点？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人说现在这种长护险是不是现收现付啊？一定是现收现付，对吧？你不可能说以前老年人你没交过，以后我就不赔你，对吧？现在年轻人你交了，一直等你老了以后，或者等你失能了以后才能用自己的这点钱，绝对不是这样，一定是现在收的这个钱啊，这个现在先让老年人花着，然后等到年轻人老了以后失能了，是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再交钱让他们去花啊，一定是这样。好啊，我们再来看看这边。还是要克服自己的 FOMO 心态、放平心态。现在社会上用 AI 的人占比不足1%，先吃该吃吃，该睡睡啊。想起来有事情了就让龙虾做，没事就发呆，这个不行啊，他还订着套餐呢。这个你让他发呆，你会觉得浑身不舒服的。今天从谷歌薅了羊毛，300加1000，也去看看啊，回头我去研究一下。你的龙虾用的什么模型啊？我现在还是 Mini Max，Mini Max 2.7好一些，比2.5肯定强，2.5是完全没法干活了，2.7好很多。大家点赞了没啊？欢迎点赞啊！这个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差不多到这里。最后呢，还是跟大家预告啊，明天早晨5:50啊，北京时间5:50，但是不在我的频道直播啊，是在土拨鼠的频道直播啊。他在那边去直播这个阿尔忒弥斯2号的发射，就是时隔这么多年，美国人要去月球了。但是这一次我印象里应该是不登陆啊，就是在月球绕地飞行，然后回来。但是呢，这一次的飞船上是有真人的。啊，这个对于美国来说，你一旦上真人的话，它肯定还是比较靠谱的任务，对吧？否则如果把宇航员烧死了，这个大家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的啊。所以有兴趣的啊，明天早上5:50去看土拨鼠的直播。我实在起不来啊，我就不跟着大家去凑热闹了。我跟土拨鼠约了，可能等到叫什么呢？这个阿尔忒弥斯回来的时候，这个应该也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吧。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的话，我们是不是录一期节目来去做一些总结啊？这个说你实在是想在老范的频道里看，就最后等着看总结的节目吧。好啊，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3咱们继续老范读评，再见。